好了，兄弟们，点关注不迷路，好玩具不停更。今天我们就来开箱把玩分享一下，可以说是我在25年就已经期待了许久的真正的国产国模国风1:12的，可以说是一款弹甲的 Q 版国风小比例可动人偶啊。那么由我们空明阁和蟠桃会工作室联合出品，这款在放出关头的时候，后面就直接预定了啊，也是料到会出货会延期啊，那么大概也是延后了这个快半年的时间啊，那么终于还是在我们这个农历春节之前啊出货了啊，那么也算是这个25年的国模产品啊，那么也希望后续这个国风的小比例1:12可动人偶的话，可以这个也在这个春节前后陆续出货啊。那这一款的话，我对它的期待可以说是非常之高的啊。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外面的这个运输盒啊，正面啊一个这个非常国风拉满的啊，又是这种偏漫画形式的一个峰会啊，大唐武英传陈武丁啊，这个也是它的第一款这个系列的角色啊。那么背面可以看到生产产地，然后还有一个材质可以看到铜件啊 ，PVC、ABS， 然后等等的一个羊毛，哎，这些一个相对于比较具体的一个材质用料都给你啊标注在了这个背面啊。OK， 那么我们直接把运输盒拆掉，看看里面的包装。OK， 那么整体就是这么一个不算非常宽，但是比较长的一个，可能大概25厘米的啊一个高度的外包装。深绿色打底啊，然后这个彩色的这个峰会，那么有一些配件在边缘啊围成一个圈啊，有造成这种国风感很强的啊这种一个造型啊。OK， 那么背面啊就是一个整体的所有内容物的一个展示啊，非常干练，非常简单干练，但是又不失艺术感的一个外包装。OK， 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拆除具体看一下。OK， 那么拆除之后，我们还是首先来看一下所有内容物。那么首先这次是这个珍珠棉的一个2层珍珠棉的一个包装啊。那么拆除之后，这个味道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但是我感觉也有可能是这个珍珠棉或者是这个箱子的一个味道啊，或者是它的一个涂装还是比较多啊，所以说漆面还是有一些味道。那么所有内容物首先是有一张这个售后卡。那么然后是这个一个1米长的一个漫画卷轴啊，交代这个整个的一个故事背景啊，那么就不展现了，因为实在是非常长啊，比这个桌面还要长的那个1米的一个这个卷轴啊漫画。那么然后看一下手型啊，一对握拳手，然后这个右手的一个这个行礼的一个手型啊，然后右手的一个指向手。左手的握持手，还有这个左手的这个持剑鞘的一个手型啊，然后右手的握持手啊，那么还有这个左手的啊，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这个有点像这个撒佐料的撒孜然的一个手型啊，可以看到都是肉嘟嘟的啊，而且几个手型也是非常有意思啊，那么一共是4对手型8只，那么看一下整一个的涂装粉嘟嘟啊。还是不错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一些皱纹理还有指甲啊是可以做的再精细一些，那么就更好了啊。那么然后就是这个叫什么盾牌啊，用了一个有些弹性的一个绳在后面啊，可以握持，也可以可能卡在这个小臂上啊。我觉得刻画涂装还可以，还是不错的啊。然后这个帽子啊，涂装是非常之好。整体有一些锐度啊，其实还可以更好啊，锐度不能说是达到90分以上啊，只能说还有提升的空间。那么整体的一个硬度啊，这边比较硬啊，但是这两边又比较软的一个材质啊。然后是这个酒壶啊，酒壶的一个这个涂装，我就觉得稍显粗糙啊。可以做得更清楚一些啊，然后是配件啊，配刀应该是啊，因为可以看到啊是一把刀，那么上面说的这个比较硬的一个 ABS 啊，然后这个剑鞘还是有些很多地方啊用了一个就是
盒子背面说的这个铜制的一些部件了有一些位置包括这里然后勾在这根线上。其实如果说不要这根红线那么如果模具它本身这个模具腰带上就有一些卡扣那就我觉得是更好的那么这个弄一根红线在这里，然后后面打一个结这种我觉得是这款来说的，我觉得是有所欠缺的这个在做的时候，这个腰带感觉这个模具考虑的可能不好，后面又补了这根红线确实这根红线是比较多余的直接做在腰带上做一个卡扣那就方便的多也整体性也好，这根红线显得是有点怪怪的，不是很搭那么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折叠的这个小凳子这一根也用了一个金属材质这个还是就比较牢靠的那么然后就说到这次的一个可以完成一个这个经典场景的一个篝火一个特效件里面装有这个螺丝上去的电池，那么我就不去弄了可以点亮然后下面的一个炭火的涂砖能达到一个7、8分的一个程度吧整一个地台的一个塑料色还是稍重只不过涂砖的话有些许不够然后这个两条鱼的一个模具是铜模包括剑然后这个但是也是同样模具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涂砖稍有欠缺这个颜色用的还是不够的，层次不够要是再稍微的复杂一点那么就更能匹配这个整体的一个精致程度了就能更上一层楼那么两个孔位多试一下方向，那么就可以把它安插好然后特效件放到这个篝火上，可以找准一个这个有一个明显的空位的这个地方然后用最凸的这一个地方对应这个点位那么就能比较匹配的放在这个位置上。那么所有配件内容物就是这些，所以说这个风格非常特别的艺术气息拉得很高的这种一个1:12的小比例人偶必须要有一个情景感这个才能整体的达到那个高度和那个层次这个是很重要的特别是这种国产工作室这种国风人偶那么整体说到重点那么这次我们把它站起来，可以看到站起来非常好玩非常有意思所以说这只人偶优点非常的一目了然了就是你找不到如此之有趣的国产国风小比例可动人偶就是我说的就是外观造型而言国漫的一个风格就是国风漫画的一个风格那么当然和这个头雕还有体型大卫带的一个形体那么是造就了这个效果那么我们来看头雕小眯眯眼的丹凤眼的眯眯眼加上小胡子小撅嘴肥肥的大圆脸可以说是艺术成分又非常高了比3、4层楼更高了。那么我们再戴上这个国风韵味非常之浓厚的头盔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艺术所以说前面我就很多次说到这个玩具到底是不是艺术品这个玩具确实是可以是艺术品因为你硬要归类的话，成人向的收藏玩具它就是归为艺术品那么整体的一个肤色红润的涂砖也是不错的只是涂砖来说的话，我觉得大货可能还差那么一丢丢在涂砖上还差那么一丢丢有一些边缘和严谨的程度可以看到我觉得是还可以涂得更严谨一些OK， 那么整体的一个还有的优点那么当然就是整体的一个模具国风弹甲的一个
刻画还有涂砖啊，那么但是也没有达到完美的程度啊，很多地方还是些许的肉了一些，可以看到啊，等等，所有地方都是没有达到90多分的一个模具刻画细度啊。涂砖也是同样啊，很多地方也是有所欠缺的啊，一目了然是吧？很多地方涂砖可以看到啊，是吧？那么再来说一下这个可动而言啊，就这款的话，确实不能谈什么可动了啊。这款可以说是它没往那个方向走啊，也没有往这个翻大头的这个造型又兼具可动，要把可动要拉得很高，然后又很耐操的一个关节质感等等的一个用料的一个东西啊，它没有往这方面走啊，因为我感觉整体的这个设计还有这个整体甲胄包括配件的一个成本啊，那么就放在这里啊。如果再追求极致啊，那么我觉得这个453的价格是没有可能的啊。那么能做到这个程度的话，已经是很不错了啊。那么当然这个手腕啊、脚踝啊等等的一些关节啊，它是有所欠缺的啊。就比如说我的这个可以看到右手腕的一个腕关节就是有断裂的啊，开箱就是如此。那么也是跟商家进行了一个售后的一个看后续反馈，可能发手腕的补件来啊。那么整体其他没有任何的大问题啊。就构成了这款的话，还是非常建议啊兄弟们收录的啊。这个可动也不需要再演示了，因为确实是没什么特别的可动啊。这里是没有可动的啊，没有任何可动啊。那么然后蝴蝶肩啊约等于没有啊，然后这个腰部可以看到啊也是啊可以约等于没有啊。那么整体就说是只有4肢啊能勉强动一动啊，而且肩关节啊大腿关节弧度都不大啊，那么只有双段关节的弧度还勉强还可以啊。后脚底板用了一个磁铁啊，那么容易掉落啊，用蓝钉胶啊垫在里面，把它多顶死一点啊。OK， 那么这款的话就是优点缺点非常明显的一只啊。在做工就是用料等等材质啊，就主要是个甲胄，还有整个配件没有什么太大的做工问题的情况下啊，那么这个就凭它的一个这个造型设计啊，就凭它的一个甲胄体型，有趣的体型，有趣的这个大尾带，还有这个肉嘟嘟的国风漫画的头雕，肉嘟嘟的手型啊，就凭这个啊，就凭设计，就凭外观造型啊，就凭空没有太大问题的情况下，那么它就是非常精彩，非常值得兄弟们去入手的一款市面上仅此一支的国风漫画古代小比例可动人偶啊，这个就叫有趣的啊小比例国风可动人偶啊，非常 nice。那么最后我们做一个身高的对比啊，那么这款纯补丁啊就是一个标准的16厘米的身高，丝毫不差啊。拿出同样是汉字的啊 SHF 版本太郎看一下啊，再拿出卡普空游戏金刚狼做一个对比啊，标准的16厘米的身高。OK， 那么可以看到，在整个你的收藏当中啊，无论是日系、美系、漫画线还是真人线啊，那么这款国风漫画版的大唐武英传纯武丁啊，那么绝对可以是你一众收藏里面的独一无二的亮眼的存在。那么如果不是专门把玩可动的兄弟们啊，是非常建议进行收藏把玩的一支的。OK， 那么这一期到这里，点关注不迷路，好玩具不停坑，下期再见。